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幕后手 Jerry。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个 Toyota 新款 2.5 引擎，以 3.5 引擎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 common problem， 就是各位看到这边哦，这是我们的进气软管，进气软管上面有个透气孔，这个地方常常容易断掉。那以 3.5 引擎这颗引擎来讲的话，它主要原因就是通常就是这个软管它做的太刚好了。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是非常紧的，直接粘在这上面。那在你打档倒退前进的时候，你引擎会稍微的移动的时候，就容易拉扯到这个地方，久了它就容易把它崩断。那如果你一般去外面 dealer 更换的话呢，它通常是会叫你换整个总成。那这个总成事实上来讲算非常昂贵，而且副厂我也问过了，目前来讲副厂没有一个人有做这个进气软管的总成。对，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单换这一个头就可以了。那像这个进气头的话，这是它的料号。我刚刚讲 2.5 引擎，像是Camry 有这个问题，它也是一样，都是通用的这个料号。所以有需要的朋友，如果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车，如果你的 Sienna 你的 Camry 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，你不一定要换整个总成，你可以换这个软管。今天为了方便演示的话呢，我会把整个进气软管拆下来。但是事实上来讲，你自己在家做的话，你不需要把这个软管拆下来，你只需要直接在车上操作就可以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进气软管拆下来吧。好，那要拆我们进气软管的话呢，我们需要的工具会稍微多一点，我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下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Airbox 它两个扣子打开。好，先抬起来。这边的话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卡扣一样插进去的哦。所以在你打开的时候，轻轻抬起来之后往外抽一下，它就出来了。哦，然后这里有一个10号螺丝，那这个10号螺丝的话呢，你可以用我们修车最常用这种卡里。那就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，就是其实修车的话，我会建议就是买一支3/8就是通用，就它通用，接一个接杆，然后接个10号，就可以拆。今天效率，所以我是只用电枪。好，拆松之后，把它退出来。然后这上面有一个这个我们叫做 Intake Manifold Sensor， 中文叫进气空气流量感知器。这个呢，我们要把它拔掉。拔掉的话就压住后面，可以看到这边抬起来，然后往后拔，就可以下来了。那一样哦，就是这种卡扣，如果久了它打不开的话呢，前面这边你可以稍微用一个像是小1字之类的把它雕开，再退就可以退出来了。好 ，OK。这个线上面这边有个卡扣，轻轻撬一下，把它撬开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是为了方便演示，所以把它打开了。那事实上来讲，这个你不拆开，你连在上面也可以，只是你 SS 会比较差一点。但是你自己也可以这样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管子把它抬高离开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一个十字跟这个管子把它拆松。这个管子基本上来讲，这个卡扣其实非常松的，你用手捏就可以捏开了。捏开之后，稍微转一转。就可以下来了。那如果你车子比较久没拆，这个很紧的话呢，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小1字震进去，然后拐一拐把它打开，或者是夹住外面转一转把它打开都可以。好，另一边。OK。好，我们进气软管就下来了。那我刚刚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怎么拆。基本上来讲就是像这样，插进去之后左右晃，把它晃出来。这有点紧，这个有点脆。这样我们把它拔出来。好，新的这个
直接塞回去。它其实是有一点倒扣，所以拔出来是很难拔，但是塞进去其实很好塞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把这个进气软管都拆掉了，所以我会顺便帮它做一个节流阀的清洗。那节流阀清洗很简单，就准备这个清洗剂跟一个干净的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喷的时候有几个要点，就第一个，我们不要往里面直接这样喷，我们喷到布上之后再去擦。好，擦。节流阀这边的话呢，这边你可以稍微用手去把它扳开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你不要太用力的，整个直接把它扳开，就把它扳到底，就稍微把它打开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去擦积碳，像这台就是我们从来没清过，所以它就非常脏，很多积碳，我们就把它清掉。好，一样，喷了清洗剂之后，这边稍微把这个蝴蝶阀打开一点点，然后继续擦。好，那有些 Toyota 车种的话呢，你可以开电门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去里面踩油门，它这个蝴蝶阀是自动会打开的，那这种就比较好清洗。那这一款的话刚好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样手动的清洗方式去清洗。那还有一件事要跟各位提醒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车太久没有清节流阀，它的积碳已经硬化一层在那边，甚至可能你的节流阀已经受伤有刮痕的话，那种情况下，你不要想说用一日起子去把那层积碳刮掉。如果它已经很硬，真的都清不掉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就不要去清理了。因为如果像那种情况，如果你清理的话，甚至可能会造成怠速学习不回来，然后导致最后必须更换节流阀的状况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不要去清理了。好，一样上面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哈，稍微掰开一点点。那记住就是不要掰太用力，不要掰到底，轻轻打开有个空隙，手可以伸进去，可以擦得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样啊，就是都没有清理过，所以非常脏。剩下就是加速了，我就把它加完，清完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刚刚清完节流阀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进气软管放回去。那基本上顺序就是倒过来而已。常常我们会问，就是说，我们进气软管要放什么程度到底？事实上来讲，它这个节流阀上面就有一个刻度，你把进气软管推到最后面去碰到它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这管子放回原位，卡上去，这样就 OK。然后后面的这个先锁上。我就跟刚刚讲的哈，如果你没有电枪的话，就是辛苦一点，就用我们的卡里。这个的话，如果你有在自己修这的话，3%这个我是非常建议买一支，因为它基本上所有的情况都可以适用。啊，今天为了方便快速，所以我就是只用电枪。好，再来我们把这个 Airbox 放回去。好，这个 MAP sensor 不要忘了插。卡扣把它卡回去。OK。那以像这边 Airbox 这边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这里，这边刚好有个凹槽，进气软管上面有个凹槽。这个凹槽去对这里 ，Airbox 上面有个凸点，然后进气软管上面有个凹洞，凹洞对凸点。好，一样到底。好了，一样把这两个收起。刚刚有稍微调整一点位置了，所以我把后面先松开。然后我们这边塞回去。那塞回去来讲的话，里面这个之前断掉的地方，你要先拿出来，像这样子。
挤一挤，它自己就出来了。OK。然后因为像这个问题，主要就是说，我这个线太短了，所以我现在塞回去的话，它还有可能过一阵子拉一拉又断掉。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会说稍微把这个线给它接长一点，或者是说，如果你可以找这个管径把整个管子换掉的话，也可以，大概这样，给它就是松松的让在这边这样。 这里，因为这个管子有一点变大了，所以给它绑个束带，把它绑紧一点。OK， 另一边也要绑一个束带。 因为这白色接头我就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给它绑一个束带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够找到比较长的管子，把整条换掉的话，那是更好一点。OK， 接长，然后塞进去。像这样子的话，把它啷在旁边，就之后就比较不会再有断裂的问题。好，然后最后 Airbus。 两个卡榫放进去，好，这边卡榫扣回来，好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。好，这边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，说如果你的这个透气管断掉的话，如何去更换的一个教学流程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